俄混合战争适得其反，乌再添新伙伴。俄罗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保加利亚的信息战玩得这么凶，反而直接把保加利亚推向了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确认，保加利亚正式宣布有意加入美国主导的 POIO 计划，等同于参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还不是孤立，从芬兰到摩尔多瓦，再到保加利亚，俄罗斯每耍一次小花招，自己就多一个对手。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到底是什么让普京的混合战争反过来成了乌克兰的神助攻。有时候火力军也不得不佩服俄罗斯，战场上没见有多少长进，场外花招倒是一个接一个。这次俄罗斯之所以惹怒保加利亚，就是因为他们趁着保加利亚选举在即大搞信息战。保加利亚民主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出，一个名为真理报的亲俄网络每月能生成近6000篇保加利亚语文章。过去1年，这些网络在30多个社媒频道累计获得约 1.8亿次浏览，并吸引了约10万订阅者。这些内容专门用来操控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系统，从而让亲俄叙事在主流媒体平台获得更高曝光。干预选举是俄罗斯常用的一个手段。此前，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国家同样吃过这个亏。这还只是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冰山一角。就在保加利亚忙着反制假新闻的时候，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正在把乌克兰无人机送进北约领空。3月29日，多架无人机突然闯进芬兰东南部领空，并在库沃拉附近坠毁。芬兰空军紧急出动 FA-18战机拦截，但为避免地面伤亡，没有开火。事后调查发现，其中一架被确认为安196柳地远程攻击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正是由乌克兰制造的。乌克兰很快做出了回应，正式对芬兰道歉。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伊明确表示，乌克兰无人机绝对不会指向芬兰，最可能的原因是俄罗斯利用电子战系统导致无人机偏离航线。更有意思的是，类似的事情其实已经发生过一次。当时乌克兰空袭俄罗斯港口，数架无人机偏离航线，进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领空并坠毁。这还没完，克宫的创意远超很多人的想象。2026年1月，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发布了一份重磅报告，揭露俄罗斯正在全欧洲招募一次性特工，就是通过社媒平台或者游戏网站，花几百几千欧元雇人，最好是乌克兰人，然后让这些人去搞破坏，纵火、炸铁路、毁设备，报酬用加密货币支付，追都追不到。拉脱维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25年8月，这个国家发生一起铁路纵火案，经过几番查证，拉脱维亚国家安全局终于确定了背后真凶就是俄罗斯。在利益的驱使下，两人纵火焚烧了一列火车和多个铁路起点气柜，并拍摄了破坏过程。视频材料后被发送给委托方，用于宣传目的，声称这些火灾发生在乌克兰。俄罗斯的意图其实很清晰，就是想用这一套组合拳，在不直接跟北约开战的情况下，煽动民众情绪，瓦解美欧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且夸大乌克兰的损失。但问题是，这些小花招真的有用吗？现实给出了答案，这些小花招不仅没让欧洲国家退缩，反而一个个站到了乌克兰背后，成了俄罗斯亲手制造的对手，狠狠打了克宫的脸。就拿保加利亚来说，俄罗斯动用信息战，本来是想搅黄选举，削弱保加利亚的亲美欧力量，结果一通操作猛如虎，直接把保加利亚惹毛了。保加利亚一看，你俄罗斯之前就当搅屎棍，插手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选举，手还没擦干净呢，现在又伸到我的地盘了。保加利亚果断采取手段，外交部成立反混合威胁机制，直接邀请被灵猫的调查记者格罗泽夫来协助外交部反虚假信息。这个人当初扬名就是因为调查俄罗斯间谍。保加利亚还正式启用了欧盟的快速情报系统，实施监控和应对虚假信息运动。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直接与乌克兰签署了至少为期10年的安全合作协议，双方将一起生产无人机和弹药，并在反制混合威胁、虚假信息和黑海安全上展开合作。除此之外，保加利亚还宣布加入 POIO 计划，这是北约专门为乌克兰采购武器的快速通道。保加利亚这一脚踩进去，等于直接上了援乌快车道。而芬兰等国面对乌克兰无人机的偏航，更是直接表达出了对乌克兰的理解。芬兰总统斯图布看得很明白，他说这起事件对芬兰不构成军事威胁，根源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直接把问题归咎于俄罗斯，毕竟乌克兰根本不可能对这些国家出手。能解释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俄罗斯在干扰。
再看摩尔多瓦，这个国家本来就处在俄罗斯势力范围边缘，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关系。但是到了2026年3月，摩尔多瓦国家安全部门公开点名，俄罗斯正在加大对其议会选举的干预力度。不仅如此，俄方还不断在信息领域制造恐慌，甚至放出欧洲准备军事占领摩尔多瓦的说法。因为俄罗斯的频繁侵扰，摩尔多瓦直接倒向了俄罗斯对面，不仅加快与欧盟的融合进程，还在安全层面加强与乌克兰的协同。此前，摩乌两国就已经联手切断了德涅斯特河沿岸俄军的补给通道，把当地约1500名俄军彻底孤立。类似的剧情已经在整个欧洲上演了一次又一次。北约和欧盟接连发出警告，指出俄罗斯正在对欧洲展开大规模混合攻击，包括网络入侵、基础设施破坏以及针对选举的系统性干预。美联社追踪发现，自俄乌开战以来，全欧洲至少有151起破坏和恶意活动与俄罗斯有关。欧洲对外行动署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说得很直白，这种攻击已经不是零散事件，而是一整套长期战略工具。所以欧洲看似没有参战，但是实际上全体都被拉入了一场灰色战争。这种灰色战争没有前线，受害者却可能是任何国家。这些国家必须要主动进行防御，一旦这些破坏和颠覆成为常态，被动防御就显得力不从心。那么主动支持乌克兰一起消耗和遏制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就成了欧洲的最佳选择。于是欧洲形成了一个逻辑，援乌就是自保。如果不援助乌克兰，谁也不能保证乌克兰沦陷后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芬兰等国家，这些国家要么离俄罗斯最近，要么俄罗斯在这里的小动作最频繁，所以对威胁的感知也最直接。立陶宛情报机构在3月指出，俄罗斯尽管深陷乌克兰战场，却仍在夏里宁格勒和北约东部边界扩充部队，将海军步兵旅升级为师，并部署新的导弹旅。与此同时，一项3月份的民调显示，欧盟超过70%的民众担忧战争会外溢到欧洲，而在波罗的海国家，这个比例更高。他们将俄罗斯的入侵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这种弥漫的恐惧感迫使这些国家成为欧盟内部对俄最强硬的推手。于是克宫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窘境，花费大功夫发起混合战争，最后的结果却不理想。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让这些欧洲国家更坚定地站在乌克兰身后。估计普京也郁闷，大笔大笔的钱花了出去，怎么反而让欧洲反俄情绪更严重？对于一直还想回归欧洲拥抱的俄罗斯来说，这个结果属实让人吐血。其实一直以来，俄罗斯都错判了一点，他们的手段用错时候了。克宫可能还沉浸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成功经验里，那时候他们动用混合战争、信息战、网络攻击、暗中破坏，配合军事上的小绿人，成功搅动了乌克兰东部，也让欧洲一时手足无措，除了制裁并未做出强硬回应。但2026年的欧洲早已不是10年前的欧洲，俄罗斯最大的战略误判就在于他仍在用过去那套分而治之、低成本扰乱的剧本去对付一个已经处于高度警觉状态的对手。更深层的误判在于，俄罗斯低估了欧洲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攻势的决心与能力。2026年3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重磅政策简报，其核心结论直指要害。过去欧洲的应对，如欧洲民主之盾倡议，仍停留在事实核查和制度建设层面，这根本无法遏制攻击的升级。欧洲不能再仅仅满足于这种防御了，必须转向兼具防御、扰乱与反击的攻击态势。当欧洲真的开启反击时，首先遭殃的就是俄罗斯的好队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此前，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一直坚定地站在援乌阵营的对立面，矛盾的激化点是在一条名为友谊的输油管道上。这条经乌克兰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输送俄罗斯原油的能源动脉，自2026年1月27日起中断。3月19日至20日的欧盟峰会上，双方明确表示，在友谊管道恢复输油之前，两国将一票否决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这比原定于4月初支付的首笔款项的巨额援助就此陷入僵局。甚至到了3月28日，斯洛伐克新政府正式拒绝了此前起草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兑现了菲佐在大选前停止军援的承诺。要知道，自冲突爆发以来，斯洛伐克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约6.7亿欧元的13批军援，但这条通道如今被彻底关闭。匈斯两国的行为瞬间点燃了欧盟核心国家的怒火。2026年3月25日，欧盟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冻结原计划向匈牙利提供的160亿欧元安全与防务基金。这笔钱原本是要用于匈牙利军队的现代化重整，但欧盟给出的理由直截了当：
因为匈牙利政府阻挠了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你不是想用友谊管道问题来要挟吗？那好，欧盟的友谊资金你也别想拿了。这个决定传递出一个信号，在现在的欧盟，任何试图拿俄罗斯的剧本用本国的否决权来绑架基地安全决策的行为，都将付出直接且高昂的经济代价。除此之外，对乌克兰的援助，欧盟也迅速采取行动来绕开障碍。据媒体报道，波罗的海国家和北欧国家已准备了一套备用方案，如果统一的900亿欧元贷款无法通过，他们将通过双边贷款形式向乌克兰提供约300亿欧元的资金，以确保其在上半年能够维持运转。荷兰也计划在2029年前每年向基辅提供35亿欧元的双边支持。现在的欧洲大陆早就形成了一个共识，俄罗斯的战争早已不止于乌克兰，这是一场针对欧洲安全秩序的全面挑战。乌克兰的战壕就是整个欧洲的防线，而这注定了这些国家将成为乌克兰最可靠也最无法动摇的盟友。克宫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看不到时代早就变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混合战争真的能帮俄罗斯实现战争的胜利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